在大宝积经中，妙慧童女一转就从8岁童女转成30岁知法比丘，而在妙法莲华经第12品提婆达多品中，有一位8岁童女更是瞬间成佛，都是瞬间转成男身。而在维摩诘所说经中，有一位天女更是以女身行菩萨道，见女身跟阿罗汉说无男女相可得，对话的过程极为巧妙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这时维摩诘的屋子里有一个天女，看到很多人在听闻佛法，她就现身了。现身就是她从隐身的状态之下变得让大家都看到了。她撒了很多花，花从天上掉下来，落在菩萨跟这些阿罗汉的身上，这些花碰到菩萨不会粘在身上，都掉到地上去了，但是一碰到阿罗汉就粘上了。这些阿罗汉想用手去拍它，却拍不掉，甚至用神通力也拍不下来。大家可以想象这种状况，平常很庄重的阿罗汉全身沾了一大堆的花。这时天女就问舍利弗，你为什么要把花去掉呢？舍利弗说，这个花粘在我身上是不如法，不符合戒律的，所以我要把它弄掉。天女就跟他说，你不要说这个花不如法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花本身没有分别，是你自己产生了分别，你在佛法当中出家却做这种虚妄分别，才是不如法。这个天女是个大菩萨，曾经供养92亿佛，她能够游戏菩萨的神通，所愿具足，得无生忍，住不退转。来这里就是为了实现一下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的。这个天女种种的天花散在所有菩萨和声闻身上，看看哪位仍有分别心，她撒了很多花，花从天上掉下来，落在菩萨跟这些阿罗汉的身上，这些花碰到菩萨后不会粘在身上，都掉到地上去了，但是一碰到阿罗汉却粘上了。这些阿罗汉想拍掉它，却扫不下来，甚至用神通力也扫不下来。这些花就代表女性的诱惑，花会粘在阿罗汉身上，是因为阿罗汉心中对种种境界仍有分别，知道要离贪嗔痴慢疑，离淫怒痴而得清净。离淫怒痴也就相当于离相，离淫怒痴之相，你要离相，就代表你已经着相了，着在淫怒痴之相上，因着此相而有烦恼。普通的女人自然不能撼动阿罗汉的清净，只是面对菩萨运用神通来试探，一试就使出了阿罗汉尚未去除的妄想。不仅是舍利弗和其余阿罗汉，我们普通人也同样有这些毛病。普通人还会被淫怒痴影响自己的心，影响自己的行为思想。但是花不会粘在菩萨身上，是因为菩萨已经断了分别相，也就是不着相也不离相了，已经离了着相和离相。知道淫怒痴性也是如来藏性所现，是不垢不净的。如果你会惧怕生死，那外面的五尘境界必定会干扰到你。如果离这生死的畏惧，那么财色名食睡五欲根本没办法动摇到你的清净心。习气尽了，看到美女心不会动，不会痴迷，那天女所撒的花就不会粘在你的身上。接下来的话就有点复杂了，也可以看到菩萨在对话的时候，无时无刻都在集因缘引导众生行菩萨道。这时候舍利弗就问天女，您住在这个屋里面多久了呢？舍利弗刚问，天女就回答，我住在这里的时间跟您老人家解脱的时间一样。天女这个回答有多重因缘，如果舍利弗能够听得懂，就能入明白自性无始劫以来清净的道理。但是舍利弗听不明白，大概以为天女知道他是年轻时证得阿罗汉得解脱，以为天女在这个世里已经几十年了。为了确认，又问了一句，那你在这里应该很久了吧？舍利弗这句话的回答里，代表他认为自己解脱了几十年，也就是说在解脱之前并不解脱。但若有不解脱和解脱的想法，就是二法，不能入不二法门。其实舍利弗应该本来就知道的，但是舍利弗在天女回答的那一刻却转不过来。天女见舍利弗居然认为自性清净是有时间限制的，那就再确认一下，舍利弗是不是真的认为自性清净只有几十年。所以他问，你解脱又有多久了呢？经过天女一问，舍利弗就记得了，解脱没有语言文字想，更没有时间可说，又怎么能说解脱有多长时间呢？所以舍利弗默然不答。这个做法跟维摩诘菩萨一样，但是功效却有天壤之别。因为现在舍利弗先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说漏了嘴，意思里表达了自性清净是有限的，现在要改正答案，改为默然无言，应对的方式有变异，无法随顺对话引导对方。因为舍利弗只是阿罗汉，作为大菩萨的天女则能非常巧妙地引导整个对话。现在舍利弗默然不答并不是一种妙法，如果用妙法来说，则一切言说都能够没有漏洞，
无论你问任何问题，回答起来都极为圆满，说任何话都符合实相。这时舍利弗就不讲话了。天女见舍利弗换了方法，不能在言说上、言辞上、淫怒痴上自在解脱，打算让舍利弗说出自己默然无言的原因，而言道：您老人家智慧第一，怎么不讲话了呢？舍利弗见招拆招，说道：解脱没有语言文字相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。舍利弗这一回答就有限制了，解脱的确是没有语言文字相，但是他不能巧妙地运用这种妙意，反而天女在第一句话的当下就开始运用妙法了，所以天女就可以藉由舍利弗的回答来令舍利弗进入妙法。语言文字也是解脱相啊，解脱就是涅槃，涅槃才是真解脱，涅槃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也不是在中间，文字也不是在外，也不在内，也不在中间。这句话看似很难懂，但只要想起楞严经卷1的内容就知道了。能见一切的见性也不在外，不在内，不在中间，文字由意识分别出来，意识也是不在内外，不在中间，一切所需要表达出来的话都是犹如空话。天女接着说：所以舍利弗，不要离开文字而说解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。这句话看似难懂，其实也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。不要离开烦恼另外去找菩提，文字令你有烦恼的话，不要离开文字另外去找解脱。所有事情令你烦恼的话，不要离开这些事情另外去找解脱，因为你烦恼的当下就是心随境转了，这次不明白，下次也不明白，这次避开了，业力还未能清净，下次还会出现，所以不要离开烦恼而说解脱，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。天女讲一切法皆是解脱相，舍利弗难以理解，回道：难道不用离开淫怒痴就能得到解脱吗？因为舍利弗还未能将一切法归于自性，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未能圆融，所以才这么问。天女随即说道：佛是为了增上慢人说离开淫怒痴是解脱，如果你本身没有增上慢，佛就说淫怒痴的实性就是解脱。增上慢人经常很容易就会自满，有种种共高我慢心，还没解脱就说自己解脱了，还没正果就说自己正果了。如果直接跟他们说淫怒痴的实性就是解脱，每一法都是如来藏性所显，但诸法无形，所以没有任何罪垢，任何法显现的当下本来就已经在解脱当中。但如果跟没正果的人直接这么说，恐怕他们的业力习气未尽，然后会去造种种罪行，还说诸法空相，实无所有，覆盖自己的罪行。但是对于不会自满，不会有共高我慢的心，不会为正言正，不会没正果就说自己正果的人，佛陀就跟他们说淫怒痴性就是解脱，让他们无需任何作为就能入解脱。佛陀都是根据不同的根性而说法的。舍利弗现在佩服了，就说：您说的真好啊，天女，您得了什么道，证了什么果，竟可以讲出这样的法来？天女说：我无的无证，所以才能有这样的辩才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的有证，则是对佛法起了增上慢。天女这个回答看似很复杂，但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楞严经卷4中有一句话：知见立志，即无明本；知见无见，思则涅槃清净无漏。如果有德有正，认为有什么境界可以证到，就是无明的根本，无论得到什么都是无法得涅槃。无德无正，就是于一切知见前而没有多生一念的知见，只是发菩提心，依自己的本愿，随众生执着而以方便法去度化众生。但诸法既然都是方便法，自然就不是真正的知见，也就没有立知见，也就是知见无见。因为菩萨所生的法都来自众生的执着，因见众生有执着才生法。舍利弗还是不知道天女是3乘中的哪个，因为声闻缘觉法也是无德无正，就问天女：在3乘当中，你求的是哪一乘？接下来天女的回答也是一个妙法，这个妙法在楞严经里有，在法华经里也有，说道：如果声闻法能度化众生，我就是声闻乘；如果缘觉法能度化众生，我就是辟支佛乘；如果大悲法能度化众生，我就是大乘。因才是教，所以度化众生方能有无量无边的法，无量无边的譬喻，按照对方的执着来取法。菩萨不会执着各种法，如果能用苦集灭道度化众生就用苦集灭道，能用12因缘就用12因缘，能用菩萨道就用菩萨道。而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度化众生的，但能演化声闻缘觉菩萨3乘法的没有其他，唯有佛能做到。而维摩诘菩萨就是金素如来来到这个世里，能闻佛功德，依佛功德力才能演化3乘。当然除了天女之外，其余是梵、四天王、诸天、龙、鬼神等进到这间屋子，听这位上人讲说正法，都喜欢佛的功德，发了菩提心。
刚才舍利弗问天女来到这间屋子多久了，现在天女正面回答了舍利弗说，我来这已经12年了，来这里的12年当中，从来都没想听闻声闻辟支佛法，只听闻大乘法。这样就间接跟舍利弗说了自己所选的乘是菩萨乘，只看舍利弗能不能明白。天女继续解释，这里有8种未曾有难得的法，这8种法通通都是佛功德。舍利弗，这屋子有8种未曾有难得的法，哪8种呢？第一，这个屋子一直有金色的光照耀，不是靠太阳和月亮来提供光明的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差别。第二，进入到这间屋子的人不会被各种尘垢所烦恼。第三，这个屋子经常开演大乘法，所以示范4天王、他方菩萨经常来参加法会。第四，6波罗蜜是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这是不退转诸以上的菩萨经常修习的法门。第五，这个屋子常常有天人演奏第1等的音乐，用琴弦弹奏出无量的佛法教化的声音。第六，这个屋子里有4种宝藏，堆满了很多的宝藏，有了这些宝藏，根本不会有穷人，只要你去求就有，无穷无尽。要求什么东西一定是向第8识求，因为只有第8识才有办法出生这些东西，而且你想要多少就能出生多少。第8识之所以可以周穷济乏，求得无尽，是因为第8识无生，无生就是一向都存在，不需要出生，无生才能无所不生。如果它是有生，在它出生之前就存在的法，就一定不是它出生的，这样第8识就不能出生一切法。第七，十方无量诸佛，只要维摩诘居士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马上过来为他说法，说完法之后马上又回去了。也许有人会想，维摩诘怎么这么伟大？十方诸佛都让他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所谓的来去只是第8识的感应，实际上并没有来去。众生的第8识一样有这种功能，十方诸佛与众生共成一个大觉性海，彼此不断的交流着，就好像有很多电脑，彼此之间都用网络连在一起，数据一直在互相流通着。第八，所有天界的装饰的很漂亮的宫殿，以及各个佛国土，都在这间屋子里面出现。这就是8种难得之法。这个屋子里经常有这8种非常难得的现象，有谁看见了这种状况，还要声闻缘觉法呢？舍利弗问天女，你为什么不从女人的身相转变为男人的身相呢？天女说，这12年来，我到处去找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女人的身相，你又叫我从哪里转到哪里？就好像一个魔术师变成虚幻的女人，有人来问，你怎么不把女人的身体转变成男人的身体呢？这样是正确的问题吗？幻师变作幻女，我们可以想象成电影屏幕上有女人的形象出现，有一个人跑去问那个屏幕上的女人，你怎么不把女人的身体转变成男人的身体？这样问当然错了，是问的人搞不清楚状况，不能怪人家无法回答。舍利弗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魔术师变的人已经是虚幻的香料，又要转到哪里去？天女就说，一切的诸法也是这样，根本就没有一定的相貌，又怎么能问不转变女身呢？男身、女身皆是依妄想而有，实际上并无男身、女身，既然如此，又要如何转女为男呢？这时天女用神通把舍利弗变成天女的样子，把自己变成舍利弗的样子，然后问，你怎么不把女人的身相变成男人的身相？舍利弗用天女的身相回答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是女的了，你要我把这个女人身转变成男人身，我不知道怎么转啊。天女说，舍利弗，如果你能够转变这个女人身，一切的女人也可以转变他们的女人身。就像舍利弗，你现在不是女人，而实现了女人的身相，一切的女人也这样，她们也不是女人，而现出女人的身相来。这怎么说呢？其实她们就是第8识，第8识非男非女，但因为有业力的关系，就变成是女人的样子，所以佛说一切诸法没有男女的问题。这时天女把神通力收回来，舍利弗又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天女问舍利弗，你女身的色相跑到哪里去了？舍利弗说，刚才那个女生的色相，你不能说它存在，也不能说它不存在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身相是幻化的东西，幻化的东西你说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？虚幻的东西你说它存在不存在都没有意义。就好像梦里出现过的东西，你梦醒之后去哪了？它从来都没有出生过，怎么说存在还是不存在呢？真实法才可以说存在或不存在。在舍利弗身上的女身色相根本是虚幻的，不能说存在，也不能说不存在。说存在当然是错的，说某个法目前不存在的前提是它曾经真实存在，既然它不曾存在，又何必说它不存在呢？天女就说了，一切的有为法也是这样，无所谓存在或不存在。
没有存在也没有不存在，是佛所说的道理。虽然你现在看起来是个男的，或我看起来是个女的，但实际上这些像是从本以来未曾出生过。舍利弗问天女，你在这个地方去世以后，会升到什么地方去？天女说，佛化所生，我就在这里生。佛化所生有2层意义：一，佛的教化所出生，一般众生并不知道生是第8识变化所生，所以需要佛的教化才知道自己是第8识所生，所以说成是佛化所生。2，这个人很清楚的知道出生这件事情是第8识幻化所生，生也等于无生，而一般的4生、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的众生一定会落在业力跟妄想上面。舍利弗说，佛化所生不是死掉以后再出生。天女就说，众生也是这样，没有死掉再出生的，都是第8识所生，而第8识刹那刹那生生不绝，因此并不是死掉之后再出生。舍利弗问天女，你多久以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？天女说，你什么时候退回到凡夫，我就什么时候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舍利弗说，你叫我变成凡夫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天女说，那你叫我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怎么说呢？所谓的菩提并没有安住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没人能够得到它。这里的菩提我们把它当成是究竟佛果，究竟佛果其实也是第8识。第8识本身不住在什么地方，谁又能去得到这个究竟清净的第8识？也没有谁可以得到，这样谁去得无上正等正觉？舍利弗说，以前有那么多佛得无上正等正觉，以后也会有佛将会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他们就像恒河沙一样多，这些你又怎么说呢？天女说，这些都是随顺世俗谛的语言文字和数量的相貌，才说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并不能说第8识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天女又说，舍利弗，你有没有证阿罗汉果？舍利弗说，无所得故而得。因为五蕴才能证阿罗汉，但五蕴不是我，所以也不能说谁得到了。已经知道无所得的道理，就随顺世俗说证得阿罗汉。天女说，诸佛菩萨也是这个道理，无所得故而得，不可以说五蕴证得了什么，因为五蕴念念变迁，不是五蕴得，第8识又本来就无所得，所以只是随顺世俗说得到什么果位。这时候维摩诘居士才告诉舍利弗，这位天女曾经供养92亿佛，她能够游戏菩萨的神通，所愿具足，得无生忍，住不退转。她只是因为菩萨本愿的关系，视现成各种身相去教化众生，